观世音菩萨是我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，观音信仰在我国可谓是影响颇深。古代人们若遇到什么困难险境，都会拜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在民间众多的传说中，最广为流传的是兴林国妙庄王的三公主妙善公主的说法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回顾这部经典的神话故事。这个襁褓中的婴儿一听到父亲要杀鸡炖汤，突然就哭闹不止。见女儿哭泣，男人急忙停下手。奇妙的是，女儿顿时就不哭了。一家人都盯着这个小娃娃，心想这孩子是怎么了？好像能听懂他们说话似的。原来这个女婴可不一般，乃是慈航大士转世，也就是后来的观音菩萨。他在佛祖跟前发愿，要点化芸芸众生，使凡人能脱离苦海。他还特别提出要求把自己转世为女子，因为当今世间的女子所受的苦难都要大于男子。他要转生投胎为女儿身，为后世女子立个榜样。与此同时，凡间妙庄国的王后心里有些着急了，因为她已经怀孕18个月了，却迟迟不见孩子降生。无奈这事儿也急不来，她只能每天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能让孩子早点降生。这日，王后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，感觉孩子马上就快要生了。而恰好此时的外面天空出现了一片七彩祥云，国王和太后见面都觉得这是吉兆，看来这次定能生个皇子。原来王后前面已经生下了2位公主，国王迫切希望能生个儿子继承王位。伴随着阵阵啼哭，王后终于生下了孩子，她也虚脱地晕了过去。可此时外面突然狂风大作，彩云也变成了乌云。宰相霍宇早有谋反之心，见此情景，他趁机怂恿百姓说妖怪现世降临王宫，让他们到宫里去捉拿妖怪，还逼迫国王将小公主处死，不然就让她退位让贤。为了平复民心，国王听从了产婆姨妈的建议，悄悄将三公主送往民间抚养。临别前，国王给三公主取名为妙善，尹妈手持国王给的令牌，通过层层守卫，最终走出了王宫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国王又命令罗将军在襁褓中放入石头，当着众百姓的面扔进了大海。另一边，姨妈将三公主带回家中，和丈夫松柏说明了情况。松柏也是个心善之人，他十分同意让这个孩子留下来，当成自己亲生的抚养。从此夫妻俩便多了一个女儿。可松柏一家本就不富裕，现在又多了个年幼的女儿等着吃饭，于是松柏决定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宰了，炖汤给女儿补身体。可是女儿只要一听到杀鸡就嗷嗷大哭，一家子都很纳闷，仿佛这个小娃娃能听懂他们说话一般，只要一提起杀字就会大哭。哥哥自告奋勇想要实验一番，他从爹爹手里接过菜刀，对着大公鸡就是一顿威胁。松柏一看这情况，就觉得这孩子心地善良，将来一定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。可眼下收成不好，鸡又杀不得，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爹爹只好去亲戚家里借点粮食。可是跑了大半天，也只是借来了1天的口粮。一家子刚把粥熬好，就看到门外来了个要饭的老婆子。松柏有些疑惑，讨饭怎么不去人多的城里讨，反而跑到这穷山沟里来要饭？老乞婆说，城里的人心不好，都说山里人心肠好，所以才会大老远的跑来这里。老爹还有些犹豫，尹妈这时却跑了出来，将老婆子给请进了屋。刚一坐下，她就哭诉了起来，说她2天2夜都没吃东西了。尹妈心善，当即就让老婆子留下，等粥熬好了，让她喝点粥。怎料夫妻俩刚进屋做饭，屋外的老婆子就凶相毕露，要抢哥哥怀里的妙善。尹妈听到声音，赶忙跑出来，老婆子这才罢手。可一转脸，老婆子又开始编瞎话了，说妙善是个灾星，会给家里人带来不幸。尹妈有些纳闷，这老婆子咋这样说话？老婆子告诉她自己会看相。一听这话，尹妈赶忙让松柏端来粥，让老婆子赶紧喝点给孩子瞧瞧。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这老婆子是喝了1碗又1碗。尹妈看不下去了，就说这粥啊得留点给孩子喝。可老婆子却说，这孩子日子还长着呢，我老婆子还能活几天呢？说不定再过几天呢就要入土了。夫妻俩听完觉得他怪可怜的，就又给他倒了1碗，可他还是这样喝个不停。不一会儿，1大盆的粥就被他一人给炫完了。吃完抹了抹嘴，老太婆就说了，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也不忍心看你们遭罪，这孩子可万万不能要，要不然你们就会大祸临头。老婆子说完便出了门，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。
没想到当晚妙善的哥哥就发了高烧，家里刚采的草药也都不翼而飞。松柏只好再次上山采药，结果不小心把腿给摔断了，幸好被村民发现救了他。回到家后，发现尹妈竟然也生了重病。松柏见家中灾祸连连，就想起了白天老乞婆的话，顿时产生了丢弃妙善的想法。可最后还是于心不忍，又把孩子给抱了回来。只是一点点的磨难，怎能将这一切怪在了一个孩子身上呢？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，于是夫妻俩一商量，便搬到了偏远的香山居住。就这样平安生活了7、8年，妙善也长成了个小姑娘。可他们不知道，那个老妖婆却从未离开。这个小女孩看到一个老太婆跌倒在路边，于是便好心上前搀扶。老太婆嘴里喊着口渴要喝水，喝完水的老太婆却面露凶色，趁妙善不注意，将嘴里的水喷出，刺伤了她的眼睛。妙善瞬间失明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此时的她还没意识到危险降临，又被老太婆骗到了山顶。她想诱导妙善跌下悬崖，原来这个老太婆是条黑鱼精所化。黑鱼精本是西方莲台池里的一条黑鱼，它虽已飞升天界，却不肯潜心修炼。一次，他趁看守不注意，盗取天书，私自下凡，恰好遇到了慈航大师转世的妙善。他视妙善为眼中钉，想要趁其除之而后快。正在黑鱼精得意之际，天上却降下一片七彩祥云，接住了掉落的妙善，最后缓缓将他送到地面。松柏前来寻找女儿，在山顶撞见了老妖婆，便问他是否见过自己的女儿。怎料黑鱼精眼一狠，将松柏也给推下了悬崖。没一会儿，妙善在山下醒了过来，发现了一旁已经断气的父亲。此时，一个白胡子老头突然出现，妙善求他能救救父亲。老者告诉妙善，远在千里之外有座莲花山，山顶之上有一朵金莲，倘若你能在1个月内将金莲带回，便能救活你的父亲。老者答应会帮忙看守他爹爹的尸首，而妙善则告别母亲，和哥哥一起踏上了寻找金莲之路。他们一路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可走到半道却遇到个收过路费的。无奈兄妹俩没钱，只好去做童工，到石料场采石头，只要采够数量就能放行。为了早日到达莲花山，兄妹俩没日没夜的干，最后终于采购了石头，收费的也很讲信用，就给他俩放了行。可当兄妹二人来到山下时，却再次遇到了危险。只见山下遍地都是白骨，穿过峡谷又遇见了鬼怪。哥哥为了保护妙善，被鬼怪夺去了性命。侥幸逃脱的妙善经历了重重艰险，最后终于来到了莲花山的峭壁之上，看到松枝上那圣洁的金莲。他正思考该如何取得金莲时，突然山上升起白烟，原来是那位白衣老人突然现身。他见妙善如此坚定，随即一抬手，金莲便飞到他的手中。老者说，这金莲天地间仅有3朵，一朵在西方佛祖那里，一朵在天宫之上，而这一朵则是从天界瑶池落下凡间的，现在它是你的了。随后老者将金莲融入了妙善的体内，从此妖魔都无法再进他的身。老者把金蕊交到他的手中，并特意嘱咐他，金莲之身虽鬼神不侵，却不能防人。随后妙善原路返回，用一根花蕊救活了被妖怪害死的哥哥，接着又救活了在荒山之中的父亲。在妙善的努力下，一家人终于恢复了平静的生活。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几年，松柏苦心研究医术，如今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神医了。很多村民不远万里跑来找他看病，主要是松柏看病不仅灵验，还不收1分钱，受到了乡亲们的爱戴。而妙善也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常常跟着哥哥上山采药，并且每次采到的都是上等的药材。原来妙善竟然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祥瑞之光，只要跟着光寻找，定能采到宝贝。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村民，请松柏前去医治他的母亲，但路途遥远，来回需要好几日。就在松柏刚走没多久，尹妈就病倒了，看样子应该是得了痨病。在以前，这痨病基本就是不治之症了。哥哥听后万般着急，妙善却说他有办法医治。只见他拿起一把匕首，对着自己的手臂来了一刀，
然后将割下来的血肉放入药罐之中煎熬。可他最后却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恍惚中，妙善感觉自己飞上了天，随后来到了一个满头是包的男人面前。男人自称如来。妙善透过云层俯瞰人间，看清了世间百态，人间疾苦，世态炎凉，生死轮回，看得他不禁流下了眼泪。佛祖被妙善割肉救母的孝心感动，特地来点悟他修成正果，还把妙善的身世也告诉了他，说妙庄国的国王和王后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正是妙庄国的三公主，而你割肉所救的是你的养母，也是你这一世的救命恩人。然而就在妙善神游天界时，他的哥哥前来端药，并发现了他割肉一事。最后兄妹俩瞒着母亲给他喝下了汤药。妙善告诉尹妈，他刚刚梦到了佛祖，佛祖已经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。养母见妙善已知，便将他的身世如实相告。妙善听后万般感恩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。随后尹妈急忙让儿子拜见三公主。尹哥有些不知所措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，如今居然变成了尊贵的公主。妙善赶忙说道，快别叫什么三公主了，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尹妈听后欣慰地抱住妙善，而一旁尹哥看妙善的眼神却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再过几日便是妙善17岁的生日了，父亲打算带他去城里好好置办几件新衣裳。隔天养父带着妙善来到布庄，打算给女儿买几件新衣裳，可回去的路上却被一个恶霸拦住去路，他居然当街调戏起了妙善。养父大骂他无法无天，可恶霸却越发嚣张，命令手下将妙善带走。养父拼命阻止，却被撂倒在地。危急关头，一位女侠客飞身前来救下了妙善，恶霸命手下将女侠也一并拿下。结果女侠一个纵身来到恶霸面前，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女侠很快也落了下风。这时女侠的哥哥及时赶来，正准备要收拾恶霸的时候，恶霸见官兵正朝这儿来，立刻亮出自己是丞相之子的身份，命官兵赶紧抓住兄妹二人。兄妹俩拼死抵抗，酒楼里的义士们也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出手相助。经过一番苦战，终于是打退了官兵，而女侠的哥哥却遭到暗算，受了伤，来不及收走佩刀，便仓皇而逃。随后几人逃至香山，原来女侠名叫关灵，哥哥是蓬莱大侠关清风，原本在朝廷当官，可他却看不惯府衙强取豪夺，一气之下便杀了那贪官，因此也被朝廷通缉。松柏见他是条好汉，又因救他们父女而受了伤，便请几人到家中暂住疗养。这附近都是大山，官兵一般是不会到这儿来的。由于关清风的伤还需要几味药材，松柏便让妙善和儿子上山采药，两人还同往常一样上山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两人行至一处山洞采药时，哥哥不小心被洞里的蝎子蛰伤了，妙善急忙查看并帮他吸出了毒。而正是这小小的举动，让哥哥看妙善的眼神发生了变化，少了些疼爱，多了些喜欢。妙善也害羞地低下了头。一阵尴尬过后，两人继续上山采药，可天公不作美，没走多远便下起了大雨，两人只好到了一处茅草亭下躲雨。看到妙善衣服淋湿，哥哥连忙脱下外套给他披上，而正是这场大雨让妙善又遭一劫，这个我们下期再说。